电车爆炸了！电动车，我你妈，车为什么会爆炸啊？电车爆炸了！人家就修个车，你就判他6个月，这就是你们国产新能源的格局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中国的电动车真的是一言难尽，虽然号称要超越特斯拉，但民众买到手的中国产电动车总能出现各种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件。在2025年的3月29号，北京一名女车主发视频说，自己花了将近50万元买的蔚来 ES8 新车，只开了20多天，1000公里，结果油门踏板就坏了。我们来一起看这段视频。这是这个 ES8 最新款2024款的 ES8 啊，全新的，非常新的。就这个踏板今天就坏了，油门踏板坏了，然后嘎啦嘎啦响，打开之后才看见是用这种塑料，就这么细，可能还不如一次性筷子粗，比一次性筷子还要细，就这么一个，这儿就断了。然后掀开一看，这儿是一个塑料的，就这么还晃，就这样直接就左右都可以晃，就这样一个材质，谁敢用啊？谁敢开？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。2025年3月，一名汽车修理工发视频，暴露出吉利旗下的电动汽车的秘密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兄弟们，极氪001车主刚提了不到1个月，给我送来了。车主说了一句话，我就想知道它的用料到底怎么样。你把护板全部给我拆了啊，车底护板全拆了，我就想看看它用料到底怎么样，老有意思了。底盘的3块护板全都拆了，请验收。先看后防撞梁，啊，单手啊，单手。这是什么？有些东西真的不能细瞅，真的不能细瞅啊！这是一个限速的卡扣，看到没有？这有个卡扣，看到没有？我刚发现，你看这个限速呢，就这样当了在这儿，会不会容易产生异响？是设计师设计的不好吗？不是，这有个卡扣没卡，有些问题啊！哎呀，我不想说话了，你们，哇，手排防撞梁，兄弟们，防撞梁设计这么柔韧。你想啊，设计师肯定在钢板上增加了某种黑科技，在发生碰撞的时候，设计师想把对方弹出去。这个后备箱为什么会是塑料的？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为啥是塑料的？它为什么是塑料的？30万的国产新能源，几毫米的铁皮车门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个车门可以拿来削苹果。这完全就是卡着国标下线造出来的车，偷工减料是被玩得明明白白。发布会上是各种吊打碾压，遥遥领先。车主发现问题后，不想着解决问题，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，用到处营销公关的钱拿出来提升一下质量，比什么都强。抖音搜索铁皮车门，你就知道到底是谁家的车了。有网友表示，纸皮车偷工减料真的被玩的是明明白白，而国产电动车断轴的现象也是让人心惊。2025年的3月，一辆比亚迪电动汽车在行驶的途中出现了断轴，右前轮掉了。是我看错了吗？断轴哎！2025年的3月9号，在湖北武汉的街头，一辆华为问界 M9 电动汽车在行驶中突然间前轴断了。有网友说，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，看见一辆比亚迪宋右前轮断了。在转一个小弯的时候直接断了，把我都震惊到了。也有网友披露呢，我家的车也崴脚了，轴断了，真坑自己人。那么为什么国产电动车频频出现断轴的现象呢？有人爆出了背后的黑幕。什么电车断轴那么多，就是因为电车太重了，用料又差，很多电车的底盘设计借鉴了油车，注意了，是借鉴，不能说是抄袭。电车有最大的问题就是太重了，除了特斯拉轻量化做的还不错，同级别的电车基本都比油车重400-500公斤，所以你用料就需要更猛，结构上就应该做相对应的强化。但是很多车企为了省钱，别说强化，对你偷工减料，你就谢天谢地吧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电车断轴，就是因为车太重，用料又没有跟上。之所以出现上面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，就是因为中国汽车产业出现严重内卷。
价格是一降再降。中国的车企们为了降低成本，纷纷使用劣质材料，但是却让消费者的人身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。一辆小米电动车出了车祸，现场视频显示，这辆车的车身竟然解体散落一地。哇，好大的力量！这个出来。有网友讽刺说，这次小米汽车没有爆燃，而是成碎片化。也有人表示，小米始于手机，终于汽车。即使是比亚迪电动车车主，面对棘手的情况吐槽一下，竟然被关进了小黑屋。今天从上海回来，路上面油开完了，现在这个位置距离我家还有500米不到的距离，还有17%的电量，完全没有反应，把我扔在十字路口。哎，造孽！这国产车。上周五关于腾势 D9 半路趴窝的那条视频，350万的播放量，我也不知道我说错了什么，然后就被关了小黑屋1个礼拜，刚刚才把我放出来。在这条视频发过以后，很多人说我是恶意诋毁的比亚迪，也是诋毁国产车。至于当天腾势电动车半路趴窝的情况，该车主介绍称，当天他的车子明明还有17%的电量，结果就停在半路不能开了。他认为这是车子设计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的。像这种情况已经被网友多次曝光了。据公开的数据显示，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在2024年超越特斯拉，成为了世界电动汽车的销量冠军，并且在2025年的第1个季度实现第2次的所谓赶超。2025年的2月，比亚迪推出的驾驶辅助系统天神之眼，声称可以和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系统媲美。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中共在1950年代搞大跃进时期高喊的超英赶美。那么随之而来的呢，是悲惨的3年大饥荒，饿殍遍野。而中国电动车造成的悲剧也是比比皆是。2025年4月11号，江苏省无锡市高速公路发生3辆电动车追尾的事故，2辆国产电动车已经烧成了框架，但一辆疑似是特斯拉的 Model Y， 虽然车头撞毁了，却没有起火。哦，人家撞你们？哦，撞你们？我说的资料，我让你买。然后今天？现在今天。2025年4月，在辽宁省沈阳的车展上，一辆问界 M7 突然间失控，连续撞了4台车。他好在刚才这俩人少，他撞了那人了，撞着了。对此，有网友讽刺说：“遥遥领先就是不一样。”2025年6月，中国某地一辆电动车因为电池短路而着火，即使是用灭火器也是无法灭火。有网友说，只能等车烧完不爆炸就算是好的了。2025年的4月23号，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马路上，一辆电动面包车突然间起火爆炸，并且瞬间爆发出了一个高达10几米的大火球。虽然消防车到现场扑灭了大火，但整辆车已经被烧毁。开车前半部分还流出很多白色的物质，不少人认为这是车载电池爆炸。有网友表示，这是国产电动汽车的常态，买辆电动汽车如同买了一颗定时炸弹，行驶途中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爆炸了。那也有人怒斥中共压制真相，保护危险的国产电动车，
谁为炸掉的日常生活来买单？一名车主说出了新能源货车的真实的面目，即妥妥的割韭菜。这新能源货车，这就是个坑，就是把大家当韭菜一茬一茬的割。我开了2年新能源货车，我给大家分析一下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第一点就是车价，只要挂新能源标识的，别管是纯电的也好，混动的也好，它要比普通油车车价要高出1倍，甚至都不止。油车5万，它10万；油车6万，它12万。啊，还有就是这个车的保险，好多家保险公司都拒绝承保，知道吧？你给多少钱，人家就不保不收，要收可以加钱。就这小车，加完钱办下来保险8、9千，有的老铁还说花了1万多，是不是？再有就是续航低，哪个货主要用新能源货车拉货，除非你这货真不着急，你就是图便宜，让新能源给你送。油车2个小时到的路程，这玩意儿要跑4个小时，还不一定能跑得到。装的吨位少，重了拉不动；装的方数小，货多了放不下，装不下；跑的距离短，保值率又差。上2年的车办下来，当时10多万，你现在开2年卖，车贩子都不要，知道吧？人家不收，给多少钱不要。注册平台跑货运，说是挣钱，满平台的低价单根本挣不到钱。还有就是新能源货车这个充电问题，这电价是一天比一天贵，一天比一天贵。我跑高速我都不敢大咧咧的在服务区充电，最贵的我充过2块5一度电，这个小玩意儿40度电要干100多块钱，跑100多公里高速，你说合适不合适？国产电动车虽然冠以新能源的头衔，却屡屡出现事故，而且底气也很足。2个修理工啊，修一个国产的新能源，因为它解锁了，你去4S店修很贵，车主吃不消，对吧？到外面找个修理工帮他修一下，结果呢，说什么把他们那个什么数据搞坏了，丢失了，影响到什么数据采集，告到法院判了6个月啊，判了6个月。所以说吴厂长这种人，我是一个修理工啊，真正的修理工，修了几十年了。像国产这种品牌的新能源，我考虑都不考虑。这是修理工的真心话。近年来，中共对电动汽车进行了巨额的国家补贴，使其在全球市场获得低价竞争的优势，因而产业链得以迅速膨胀。但恶性事件也是不断的发生，比如像燃爆、车门锁死，甚至导致车主丧生等。但中国当局对来自于民间的批评的声音始终持打压的态度，而相关车企也绞尽脑汁让媒体、自媒体甚至是消费者等群体闭嘴。一个不能接受批评意见的企业能够走多远呢？而中共对国产车的种种严重的安全隐患问题却选择置之不理，把中国民众的生命安全置于何种地步，也就是可想而知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